他是监狱最神秘的囚犯，每天都抢着打扫最肮脏的厕所，但一回到牢房，他就会把水桶装满水，用脚叼着训练基础力量，每天对着自制沙包练习袭击，就连典狱长都对他十分尊重。得知他在厕所工作，便说。没想到男主不仅拒绝了，还提了个疯狂的要求，他要参加监狱的格斗大赛。原来男主曾是一名拳王，但却在一次比赛中被美国拳王打断了腿。一夜之间，他从监狱拳王变成了厕所之王。但现在他不想继续消沉，他想重返战场。典狱长只好默许。他开始默默观察监狱最强希科夫的比赛，这人极其狠毒，即使对手已无力反抗，他也要狠踩一脚，让对手终身残废。就在希科夫庆祝胜利时，男主一盆冷水浇在他身上。此时的他剪去长发，狱警准备将他带走。台上的典狱长见状，决定让男主试一试。比赛开始，男主就左躲右躲，一点点适应节奏。等找到机会，他一拳打在希科夫的喉咙，痛得他退了一大截。接着又是一个漂亮的上勾拳，打得希科夫吐血。最后一个空翻踹，直接把希科夫踹出场外。这所监狱的最强格斗手就这么被男主干掉。赢下比赛后，男主却被典狱长送到俄罗斯最大的监狱，这里有8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囚犯，全部都是格斗手。原来这个监狱正在举办一场世界格斗大赛，不同国家的典狱长可以带自己最优秀的格斗手参赛下来，赢了就能赚到盆满钵满，而囚犯们只要拿到冠军，就能直接重获自由。但很快，男主发现这个比赛就是个坑，他们每天只有1个小时时间训练，而其他时间都被安排到一处采石场，在这里干苦力，哪还有精力打格斗赛？其中有个老黑立马表示不满，因为他们8个人中有1个人却不用干活，还能在一旁乘凉看书，他就是哥伦比亚死神。男主只能对着沙袋训练，而他却有专人陪练，一看就是主办方在他身上下了重注，想让他拿冠军。很快，第1场8进4的比赛开始，男主又发现一个强劲对手，是个美国黑人。虽然刚开始就被对手打得连连后腿，但他很快就迅速调整好节奏，挑衅对手进攻，看似在防守，其实是在用肘攻击，每一拳都用肘挡下来，再重重的还对方一个肘击，一鼓作气跳起来正好打了对方一拳，再来一记超暴力的右勾拳，把对方的牙套打了出来，拿下比赛。这种沉着冷静的打法，男主要打败他并非易事。终于轮到我们的男主上场了，一上来就连续腿击打退对手，然后继续踢腿，再跳起来击中对方的脑袋，一套连招下来，对方已经倒地吐血。接着一个漂亮的后空翻，让对手无力反抗。等对手再次站起，再来一个回旋踢，拿下比赛。男主一瘸一拐地走下擂台，接下来则轮到那个哥伦比亚人上场了。刚上擂台还没开打，就提前为自己庆祝。等对手疯狂出击，他却在像是在躲猫猫，转身还和观众互动，完全不把对手当人。等死神玩腻了，就让对手先朝着他打几拳，他躲都不躲，像是在挠痒。接下来开始反击，疯狂出拳，然后一脚踹飞这个瘦小的男人。他扯着对方的头发，一记猛拳，连续的踢腿进攻，最后来个回旋踢。死神果然是死神，战完那些输了的囚犯就会被送到一处空地，说是把他们送回原来的监狱，但其实是开枪送他们上路。另一边，赢下比赛的几人依旧要每天出去干苦力，死神依旧悠然自得。这时老黑却开始发牢骚，不断对男主进行言语攻击。被激怒的男主一拳打在他脸上，老黑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出来。他猛地攻向男主，俩人缠在同一条铁链上，互相过了几招，结果就被狱警拦了下来。他们都被关进了小黑屋。几天出来后，他们的典狱长得知他们被关禁闭，还听说他们在干苦力，被不公平对待。典狱长暴怒，找上格斗大赛的主办方，但主办方却说，只要一起吓住那位死神赢，故意累死男主，你就能赚到盆满钵满。利益熏心的典狱长立刻决定和主办方合作。后面的日子里，男主和老黑被罚做更多的苦力，每天吃的都是些黏糊糊的东西，就连面包也不能多拿。俩人知道自己已经被针对，反而渐渐放下彼此的矛盾。既然不让他们在训练室里训练，那就在采石场干苦力时偷偷做俯卧撑，每一次击打都要挑最硬的石头，用尽全力达到训练的强度。扔石头也不好好扔了，一定要向后扔，增加难度。老黑还专门为男主找来治疗腿伤的草药。俩人话也越来越多，看到俩人意志不减，还越来越专注，主办方开始担心了。这天，狱警找来老黑，二话不说就把老黑暴打一顿。第二天，男主吃早餐时就见不到老黑了，走到他的牢房一看，满身是伤。男主并没有说话，独自去训练室训练。等男主训练完，却看到老黑也在坚持训练，但在狱警的折磨下，却连拳头都挥不起来，因为他下一个对手是那个死神。男主看不下去了，决定帮助老黑。在采石场里，趁狱警玩忽职守的同时，开始用铁锤敲打连着他和老黑之间的脚镣，可没想到锤子被砸断了，脚镣依旧没断。这时狱警也发现了他们要逃跑，所有狱警都冲了过来，男主一拳干倒一个，打这些菜鸟
太容易了。他又抓住一个狱警，一个过肩摔，顺带抽走他腰间的钥匙，赶紧帮老黑解开脚镣，让老黑往山上跑。看到有人越狱，有个拿着枪的狱警冒了出来，男主赶紧捡起一块石头，把对方砸晕。看着逃掉的老黑，男主才刚松了口气，身后却突然出现个狱警，把他打晕。再次醒来，已经被五花大绑。为了比赛继续，主办方让男主代替老黑和死神对战，而自己的典狱长也当着男主面说自己背叛了他，下注了500万在死神身上，因为典狱长只认钱。这句话彻底惹怒了男主，他决心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。到了决赛时刻，死神的长手长脚和巨大爆发力，男主根本招架不住。他踩上脚架，一个飞踢直接扫中男主的脸，又一个右勾拳把男主打出血，眼睛开始迷离。男主跳起来反击，想给对方一个回旋踢，谁知死神一把抓住他受伤的腿，又一次将腿掰断。男主痛苦大叫，赶紧踢开对手，强撑着站起，却被死神一套又一套连招打得连连后退，甚至被打下擂台。就在所有人认为胜负已定时，男主艰难翻身，看向眼前的拖把，想起了一路以来受过的屈辱和痛苦，想起他被嘲讽厕所之王，瞬间愤怒灌满了身体，扯下拖把上的布绑在膝盖上，再次回到擂台。此时的他眼神充满杀气，他直接把对手撂翻，毫无章法的出拳，你踢我膝盖，我就还你一拳。抓着对手的手，一拳打出他的血，再生生挨一拳。现在的男主再也没有什么能打倒他，身上的伤、膝盖的痛，全都转化成暴怒的力量，一拳一拳打在死神身上。最后，他一记暴力袭击，直接踢断死神的腿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他愤怒地用手指着典狱长，然后转身缓缓离开。而男主赢得比赛后，主办方并不打算放过他，打算偷偷处决他，但突然有人把他打死了。周围几个狱警也纷纷倒地，原来是老黑来了。老黑赶紧带着男主跑，外面有辆车接应他们，一看竟然是典狱长。原来典狱长下注的一直都是男主，当初那番话只是为了激怒他，因为他知道被激怒的男主是世界上最强的格斗之王。随后典狱长给了男主一大笔钱，这是属于他的。最后男主下车，他把自己的真名告诉了老黑，和他做了最后的道别后，男主一瘸一拐地走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，然后露出笑容，越跑越快。现在他终于可以拥抱真正的自由了。